婆婆给我1个亿，让我陪她上综艺。小圆说书提醒您记得开 WiFi 哦。喜欢女主爽文的宝贝们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关注哟。接上集，这节目是让我恐婚吗？幸好我还是个单身狗。呵，我就想问问倪宁梦有没有脑子？都跟卓女士相处这么久，还不知道婆婆的饮食爱好。传闻倪宁梦任性妄为，不过是家族联姻。面对婆婆的质问，倪宁梦唇角垮了下来，又压迫自己别任性。现在还在节目组，内心在吐槽：靠，死老太婆，我妈都不敢这么说我。你算老几？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重订。她还是有点脑子的开口，咕噜噜的肚子再次响起，气得卓巧曼胸闷气短，真心对这个儿媳妇不满意。门口传来了脚步声，是秦真走了进来，边说边闻到榴莲的味道。暗叫一声不好了，巧曼，你吃了没？卓巧曼看见自己的铁闺蜜走进来，又气又倔强地看着她，没有。秦真一看这桌子，大概知道怎么回事，拧起眉头，安抚道：七宝叫我来叫你一起吃，说做了太多，不吃完就浪费了。闻声，卓巧曼一愣，你家会有吃的？从他拿那些菜回去，他就觉得跟他差不多待遇，就他那厨艺肯定做不出什么好吃的。那当然，去瞧瞧。秦真怂恿地挽着他。卓巧曼看了一眼倪宁梦，有点后悔带儿媳妇来了。陈生，我去秦阿姨那里吃，你自己吃吧。说完，两人就出去了。落下帷幕，导演也松了口气，庆幸卓女士没发威，不然她这个节目组可承受不了。两人边说边走，到了4楼的房门口，就闻到了一阵菜香味。阿珍，你家怎么这么香？卓巧曼惊讶道，嘴里的馋虫都跑出来了。走，去看看我儿媳妇做的菜，包你喜欢。秦真自豪满满。两人一进屋，就看见工作人员都聚集在这里，个个跟他一样口水艳艳。主持人站在一边接一句：卓女士，你有口福了。卓巧曼走近一看，一桌盛宴，下意识地报出菜名：油焖大虾、小炒菜心、冬瓜排骨汤、红烧豆腐鱼头，还有白切鸡。177站在一边，礼貌地喊人：卓阿姨，请坐。卓巧曼看着177，才发现他跟自己家的儿媳妇相差太多，就这声音甜到他心间去了。哎，好，77你也坐下来。他巡视一圈，又不可置信道：77，你这厨艺叫不太会做菜，也太能干了。席家娶了你这样的儿媳妇，真是祖上冒青烟啦。177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，觉得婆婆的铁闺蜜跟她一样会甜言蜜语，是我们家厨师厉害，我和我妈听着我家厨师步骤一步步做出来的。谦虚的样子赢得了所有人的赞赏。秦真对这个儿媳妇是越来越满意，眼睛都笑眯起来。七宝，快坐下来趁热吃。接下来一桌3人和和睦睦地吃了一顿中餐，看得工作人员越看越饿，就连主持人都来一句：我们这工作也太煎熬，还得看你们吃饱喝足。直播间也是嘶哈的流了一地的口水，赞同主持人的话。其乐融融之际，门口传来一阵的脚步声，连导演都陪同在一边走了进来。老婆，我来给你吃送的了。席森气喘吁吁地走进来，手里提着一个大的保鲜袋。一桌人转过头看着突然出现的大佬，吓得主持人差点腿软。席先生，你这是亲自来送爱心午餐？席森的目光落在桌上，诧异道。这秦真一看自己家的老公来了，连忙介绍道：老公，这一桌菜都是你儿媳妇做的，厉害吧？你快坐下来尝尝。说着，他还真的夹了自己碗里的鱼肉送到席森的嘴里，看得177都僵硬了，这不会嫌弃吗？下一秒就看见所谓的公公弯起唇角，品尝后评价：真不错，幸好有儿媳妇护着你，不然我真怕你炸了厨房。在场的人怔了一下，有点不明这话是夸77能干，还是数落秦女士？不对，是习大佬来，婆婆来了，撒狗粮。77的公婆不仅撒某粮，还来撒狗粮。婆媳的矛盾节目，硬是被构造成暖心的一家人。习家人告诉我一个真相，有一对好公婆，就会有一个好儿媳妇，多融洽。晚上8点，所有人聚集在1楼，等待第一天的投票时间。主持人拿着话筒，面带微笑道：现在我们到了紧张的投票时间，让我们一起数3、2、1到。所有人的目光落在屏幕上，看着数据你追我赶的变换。结果177和秦真这一组的数据远远甩开了所有人，令秦真兴奋道：七宝倒是我们吗？我们得了第1名。177的目光落在屏幕上，早就知道一切都是预料中的事情，再将目光落在激动的婆婆身上，倒是觉得有个天性活泼的婆婆挺好。她决定离婚后还可以跟婆婆当姐妹花。妈，
我们有600的奖金，你想要什么奖励？秦真眉开眼笑的熊抱了1777，七宝，你想要什么？给你买。1777被熊抱得愣住，婆婆，你能不能别一激动就抱我啊？主持人边说笑的走上前打趣道，你们这对婆媳还真是感情好，我鲜少见到婆婆和媳妇能抱在一起。楼叔比较感性，开口道，就算是母女，也很少感情如此好。她从小是孤儿，从未感受过母爱，倒是很羡慕1777的婆婆。直播间弹屏，七宝和秦女士胜过母女，我决定粉了，我要给我老公看看，好的婆媳不是单方面，婆婆要把媳妇当女儿才行。主持人的眼底有点热，言归正传。接下来我要公布所有人的金币排名，排名第一77与秦女士用了220元，奖金600元，剩余金币1380元。第2名楼叔用了15元，奖金300，剩余金币1285元。第3名沈南路用了150元，奖金200，剩余金币1050元。第4名倪宁梦用了999元，奖金100元，剩余101元。什么？我们只有101元？卓巧曼惊呼了一声，整个人都跳起来了。